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。没错，头发剪掉了，比较舒服。昨天的影片大家应该看得很痛苦哦，对不对？我确实还蛮难得会在拍摄的期间坐下来休息的，尤其是夏天。为什么呢？基本上夏天我会想办法把我的拍摄时间给缩短，因为太热了，而且因为有时候带的东西比较多，那重量也比较重。所以呢，水分有可能就是一个保特瓶的量，那个700ml、800ml，所以有时候水分又带的不足够，这个样子，所以就对，这点请大家多多见谅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样的恐怖怪谈呢？在介绍这恐怖怪谈之前，我想先问问看大家哈，你有没有发生过一个状况，就是说你搬到一个新家？然后你家小朋友，或是你在这个新家当中，或者在他附近发现了什么样诡异的东西，然后这个诡异的东西却给你家里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状况呢？没错，今天这则传闻还有亲身经历是发生在美国。那这个人其实他的体质好像比较敏感哦。那至于他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。那一年是1999年，我和我的前夫当时住在密苏里州，我的2个男孩当时还是婴儿，分别只有3岁和1岁。我们在乡村找到了一栋迷人的老农舍，租金非常的实惠。这是一栋有2个卧室的房子，位于一座小山顶上，必须沿着一条长长的砾石车道才能到达。院子里有几栋老旧的农场建筑物，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在过去曾经非常的繁荣。我猜测，从窗户上的金属遮阳棚来看，这座农场可能在1940年代或50年代时非常的兴旺。但我们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安顿了下来。我们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，如果要我猜，大概只有5-6个月。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很正常，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。虽然到了晚上，我会去坐在有纱窗的阳台上，俯瞰那些老建筑，总觉得有人在注视着我。夜晚时，院子里总会传来一些声音，但在这乡村是很正常的，所以我并没有太在意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会缩短在阳台上抽烟的时间。我们大约是在5月或6月搬进去的。万圣节即将到来，我和前夫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观察一口被封住的旧井。很好奇，为什么这口井不再使用呢？房东挖了一口新的井，并在周围建了一个井房。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会站在井房里，但我们就站在那里往下看着井里。我随口说这个地方有点诡异，很好奇这个井有多深。当我们凝视这个黑洞时，前夫突然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。”说着他爬进井里一点。过了几分钟，他拿了一个木头的东西出来，他把东西递给我。我仔细看了看，因为接近万圣节，我以为这是前任住户做的万圣节装饰。我觉得这东西很适合放在前院，就把它靠在围篱上，没有想太多。然而从那个时候起，怪事就接连发生了。我注意到我们3岁大的儿子开始疏远他的弟弟，我会发现他独自一人在房子不同的角落里玩耍，还跟某个人对话。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他不再跟弟弟一起玩呢？当时并没有想太多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周多。一天下午，到了午餐时间，我叫他来厨房吃饭。他走进来时，正在跟没有人热烈的交谈。我问他在跟谁说话，要知道他才3岁，词汇量是有限的。他回答说：“我的朋友啊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那很好啊，宝贝，你的朋友好不好呢？”他点点头表示是的。我更好奇了，问他：“你的朋友长什么样子呢？”他耸耸肩说：“
他没有头哦。我承认这回答让我吓了一跳。在这次对话后，我不再让他独自玩耍，他白天也不再跟这个假想的朋友说话，又开始跟弟弟一起玩了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-3天，我以为这件事情可能已经过去了。然而有天半夜，我被大儿子的哭声吵醒，他还在咬我，我以为他做了噩梦，就抱他回床上。每次我把他放回床上，他都会坐起来说不想让我离开。我会唱歌给他听，安慰他说那只是梦。最后他会躺下来睡着。这变成了一周夜间的例行公事。在这一周的白天，我决定跟孩子们玩捉迷藏，这是我们常玩的游戏。我站在走廊上数到10，走廊上有一个奇怪的橱柜，长度跟走廊一样，但高度大约只有3英尺。当我数到10时，我听到橱柜门被打开了。我自然以为孩子们躲在那里。数完10后，我喊道：准备好了没？我来咯。然后走向橱柜，注意到一扇门微微的开着，我完全确信孩子们躲在里面，于是蹑手蹑脚的走过去，猛地打开，喊了一声哇，结果里面竟然没有人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但也没有想太多。后来我发现孩子们其实躲在房子后面的洗衣房里。那天晚上，我被大儿子在房间里的尖叫声给惊醒。我冲进他的房间，看到他坐在床上，浑身发抖，哭着，看起来非常的不安。我问他是不是做了噩梦，他说不是。我又问他为什么哭呢？他指着房间里一组橱柜，这些橱柜从地板延伸到墙顶，但在底部有一个奇怪的小橱柜，尺寸很小，大概只能放几个鞋盒。橱柜的门是开着的，他指着那里。我走过去把门关上，但他还是坐在那里盯着橱柜哭。我问他橱柜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那是他朋友住的地方。我告诉他这不可能，因为橱柜太小了。他说他朋友一直纠缠他。我问他朋友想要什么，他的回应让我毛骨悚然。他说他的朋友在找东西。我问他在找什么呢？他说他的头。这件事让我非常的不安，想到我年仅3岁的儿子被这种事情困扰着，我决定对这个朋友采取强硬的态度，问我儿子他的朋友的名字。他说乔治。于是我用非常对抗的语气大声叫，好吧乔治，我知道你想找你的头，但我儿子才3岁，他需要睡觉，他帮不了你，你得离他远一点，不然他就得跟我对着干。我儿子听了有点笑了，可能是觉得妈妈这样大喊很有趣。我把他安顿好，告诉他如果乔治再来烦你，就叫他走开。这方法似乎没用。接下来的几晚，我都会被儿子的尖叫声给吵醒。这次我进房间时，他躲在床底下闭着眼睛，直到我抱起他并开灯。他说乔治不让他睡觉，还很生气。为了让大家都睡好觉，我决定让2个孩子搬到我房间睡。这方法似乎凑效了。之后我们住在那里的日子里，情况似乎有所改善。在我们住在那里的最后几天，我们在院子里，孩子们像往常一样玩耍。我已经忘了之前前夫从井里捡出的那木质墓碑，但那天我坐在阳台上，某种强烈的感觉催促我去仔细看看那块木头。我记得当初发现时，上面有褪色的字迹，但我没认真读，只是随手把它当成万圣节的装饰放在院子里。那天我盯着它，内心有种强烈的冲动要去读上面的字，于是我走过去看。当我开始读的时候，心脏仿佛沉了下去。木头上刻着的名字是乔治，还有姓氏和出生与死亡的日期。在最底部有一段几乎完全磨损的文字，无法辨认，但最后几个字还清晰可见，写着他无法安息，直到找到他的头。我让前夫把那东西放回井里，我们收拾好东西，装进拖车，尽快离开了那个地方。
最终，我的大儿子不再有夜惊，生活也恢复了正常。我希望这件事永远不会再被提起，因为他当时只有3岁。我以为他会忘记，但多年后，当他大约13岁时，他突然提起了这件事，还问了一些问题。我很震惊，他竟然还记得。大约1年前，我想知道那个地方是否还有人居住，于是透过了 Google Map 查了一下，发现那栋房子已经不在了。我很好奇，乔治有没有找到他的头？好 ，OK， 这则经历其实说真的啦，我觉得还蛮恐怖的。你想想看，你家里住了一个好兄弟，然后呢，整天在找他的头。重点是，又不是这个住在这边的人去害他的，还是他这个好兄弟想要请这家人帮忙，也不知道了。但说真的，过那么久了，他的头也真的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看样子他真的无法安息，不知道他碰到什么事情，还蛮恐怖的。对啊，想想看，家里有个没有头的小朋友追着你家小朋友去玩去跑，换成是你会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还不错。那其实这个人他还蛮多故事的，有机会是还可以把他介绍完。但是我介绍完这个经历，我才想到说，我上一周好像还有故事没介绍完，那没办法，留到下一周吧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哈，我们就下周还是果月再见了，拜拜。咿呀嚓嚓。